这几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首相约翰逊先后闪电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泽连斯基会晤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要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手段。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升级，您是如何来研判这场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是的，美西。其实这些天围绕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传播力最广的还是拜登总统那句：如果美国延续制裁1年，俄罗斯的经济将会倒退15年。视频下面点赞数最高的网友评论是：俄罗斯吃紧，欧洲买单，美国数钱。这个逻辑大体上是没错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核算，我们会发现很多美国人的利益也被搭进去了，尤其是不少华尔街的投资者。一个直观的例子是，美国财政部前不久拒绝给予摩根大通公司处理转账业务的制裁豁免权，这意味着俄罗斯将无法直接偿还即将到期的摩根持有债券。华尔街投资者在俄利益很可能面临打水漂的风险。当然，美国政府还是留了一个口子，他们暗示俄罗斯可以寻求其他手段，比如通过非美国的银行渠道进行支付。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辛辣的现实，那就是对一个国家发起大规模经济制裁造成的损伤很可能是不分敌我的。精明如美国也很难在制裁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泾渭分明的精准打击。只是俄罗斯的经济体量远远不如中国，这些制裁手段对美国带来的阵痛与反噬，并没有中美经贸战那么清晰可感。可即便是如此，华尔街日报还是相对客观地承认，想要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的，而这个过程将会伴随着剧痛。美西方群殴制裁之下，俄罗斯确实不好过。前几天，为了对冲制裁对消费价格与金融稳定的影响，俄罗斯央行下调了关键利率。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在杜马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坦诚，他说美西方正对俄罗斯发动一场真正的经济战。普京则说得更直白一些，他说西方的主要目标是恶化数百万俄罗斯人的生活。面对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应对是直接有效的。无论是用卢布结算能源出口，还是央行大量使用卢布购买黄金，都是在尽可能避免卢布在制裁打击下变成一张废纸。事实也证明，在莫斯科的一剂猛药之下，卢布与美元的汇率回到了俄乌冲突打响之前的水平。可讽刺的地方在于，自克里米亚危机的8年以来，尽管莫斯科一直在试图与美元说再见，但当危机真正到来之时，他们一切应对措施的最终逻辑都是在维持卢布与美元之间的锚定关系。这再次提醒我们，美国的金融霸权虽然正在滑坡，但余威犹在。